杨子咯咯地弯下腰，肖战下意识地摸了摸脑袋。网友赶紧做权威声明。杨子曾在节目中说，现在杨子笑的弯腰的目的是下意识地接触到肖战的脑袋。网友赶紧举报吧，你会比较宽容的，我开了一大堆，遇到了很多，和以前不一样了。我觉得内心更加踏实。另外，我认为最令人信服的动机是我有确定性。以童星身份亮相的杨子可以说是人尽皆知，他因家中下雪的工作而名扬全国。尽管当时的杨子演技有些年轻，有些夸张，但这部剧却成为了杨子踏入媒体的一块冒险之石。只是小明星的素质对他以后的演艺事业没有任何好处。鉴于很多人的潜意识里，杨子和小雪都主动比较过，不管他以后有没有演额外的内容占长沙花非花雾非雾。尽管如此，却忽略了在众人脑海中切换杨子的印象，他的画面已经在小雪的工作中得到了巩固。直到《欢乐颂》播出后，杨子才开始真正的改变，不仅是因为邱莹莹的工作争议很大，而且杨子他们的团队也同样有效。在广告中赶上就这样，蜜糖如霜和亲爱的爱人两档节目的高评价，让杨子有效的蜕变，彻底变身为实力派艺人。同时，随着身份的飞速攀升，很多人都知道了很多关于杨子的恶言恶语也接踵而至，无论是他的感情，还是他的改变得到的内容，都不适合他。的确，就连杨子自此声名远播的整容手术，也让他受到了无数的关注和抱怨。面对这些毫无根据的假设和恶毒的可怕调查，杨子倒是没有弄明白，但杨子终于明白了，最有效的弄明白就是炫耀自己的能力。他的作品并关闭那些声音。演技强是基础，善行是最好的把握，但即便如此，杨子有时还是需要去影院推进自己的作品。对此他不屑一顾，所以杨子一般都会在剧中出演，发挥你最好的一面。不断的，他也越来越向交通将这一型靠拢。很多人曾经觉得杨子不会和流量这个词联系起来，但是在这个流量占主导地位的媒体中，杨子也不是什么神仙。气势磅礴，目不暇接，最终效果惊艳。没有流量意味着没有决定。好在杨子的流量看得一清二楚，他同样意识到大家都在关注他的作品，并不认为流量是一个诽谤性的名词。杨子在路上遇到了很多困难，他也曾因外貌而感到平庸，因演技不济而倍感压力，而杨子在此过程中却遇到了重重困难。他没有投降，而是要求采取行动的方式，最后穿越了。作为一个年轻的明星，杨子无疑是硕果累累的。他的职业现在就像鸭子到水里一样，他的职业正在起飞。凭借演技和流量，他通常有恶名和知名度。更何况，现在的杨子也不算太年轻。尽管他的职业生涯硕果累累，但他的关系却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到期，这对于某些人来说同样是不可想象的。由于杨子不仅直率、明晰、自由，而且在媒体上的知名度也很高，而且异性的同伴也过多。合作的艺人同样都是一线男明星，但杨子最终还是把他们当成兄妹。大家最关注的主要夫妻是肖战，这对夫妻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除了在剧中大吃大喝之外，剧外的交往对很多人来说也是甜蜜的。从好东西中往往可以看出他们的关系很棒。等杨子被射得精疲力竭蹲在地上，靠近他的肖战宠溺的咧嘴一笑，随后夸赞杨子，杨子瞬间觉得丢脸，立马站了起来，对吧？正常你会说你让我发笑吗？两人相爱相杀，不少网友都表示不把我当外人。两位 CP 粉当然也希望能把演戏变成现实，因为在一起太好看了。实际情况是，您可以找到很多无法获得大量资金的人，两个人都做得这么好，单身也过不下去了，你怎么看？02中国风浪漫，今年七夕送言谈，言情你真身火了杨子。真正的燕坛4叶睡莲在七夕火了，莲花没想到它会在七夕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吧？果然，燕坛是靠实力冲出擂台的。今年七夕的礼物是睡莲。
座右铭：所有你需要的爱和莲花，有幸遇见你。睡莲为这个前夜带来中国浪漫。你收到你的4叶睡莲了吗？准备好接受燕坛的祝福吧。真言子一来了，真言子一带着真言子一送祝福，好甜啊！今天甜甜甜甜的阳光仙子是不是？难不成怀里抱着这束睡莲就是隐藏的糖果？七夕快乐，七夕快乐。03流线工作，男女主因前作被公开处决。主要演员杨紫和程毅已经播出了很大一部分节目，但显然节目一开始就太高了，而且内容没有跟上大多数网友的期望，所以如此网友对这部剧的评价非常两极分化。非主要演员的评论几乎总是很糟糕，网友们说看名字就知道了，现在 Chrome 意味着垃圾，因为 Chrome 就像垃圾一样，注定要烂，可能有点太毒了。但从这些过于激进的评论中，不难看出广大网友的真实想法，客观地看待该剧的实际情况。首先是剧中的2个主要演员都不是很让人印象深刻。首先女主杨紫的香和香蜜的造型真的比后者差，香蜜的造型真的好，为了突出杨紫的长处，在人设差不多的情况下，也没有给角色的柔韧性加分。男主程毅这边也同样被同一套假发撩了万年，剧中造型和卢雷差不多，不少网友表示很让人跳。剧情有一种顺其自然的感觉，剧情意图并不新鲜，一切都是为了服务男主女主相爱。剧情和最近大部分的神仙木偶剧一样，仿佛神仙什么都不用做就爱上了，冲突点全是恶毒的女同胞制造的。剧中的人物都很瘦，都是拉动男女主感情线的工具，没有亮点可言，就像我小学作文里的小红小明一样，什么都不是，除了他们的名字，令人难忘。从最近热播的剧《梦花录》不难看出，现在大众更喜欢有脑子的女主，傻甜女主没有以前那么火了，没人喜欢看无聊的女境剧，反而是女孩子们在事业上互相帮助的戏码越来越有市场了。仙人娃娃是仙人的外壳，却做着让人无语的事情，仙人不再是仙人。其实我很怀念以前的仙侠剧，不仅有小爱，还有大爱，神仙风采，神仙眷恋，侠义之大，为国为民。我不同意许多不朽的戏剧，其中男女主人公为了自己的爱情而将世界置于危险之中。试想，如果这样的剧集频频公映，未成年的孩子会不会受到爱味仙的影响，做出鲁莽的事情？好怀念当年的电视剧集市神仙打架的精彩，时隔多年，至今仍记忆犹新，吹嘘不已。我真的很喜欢灵儿，她前期天真，待人温柔，后来知道自己是女娲后裔后，她勇于承担责任，为了天下，她可以付出，收起她的小爱，选择与水魔同归于尽。她的优点很多，有责任心，一身正气，一点也不输天下男子。她有神性，她不爱，她爱天下百姓，她觉得自己就是为了守护天下苍生而生。她以身殉道士才16岁，这样的女主怎能让人不爱不心疼不记得？唐人后做《仙剑3》这么受欢迎，除了男帅女美，也是在主旨、世界观、剧情、角色等各个方面上下足了功夫。俗的从来都不是题材，而是表达的精神内核。希望以后的仙侠剧能在主旨上削减言情部分，多多体现家国情怀，乃至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胸怀。